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介绍循序电路的漏洞，就 sequential circuit 设计的时候可能的一些漏洞问题。首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sequential circuit 的定义。各位同学在学数位电路的时候，应该就有学过 sequential circuit。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sequential circuit 的定义是什么。首先呢，它应该会有 storage 的 unit， 或者说 memory element， 就是说有一些储存的单元。另外呢 ，sequential circuit 那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说，它的 output 不是只跟它目前的 input 有关，它还跟它目前的状态有关。那目前的状态呢，基本上呢是由过去的 input 所决定的。那另外呢，它也有可能跟你目前的 input 有关。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对 sequential circuit 做一个分类。sequential circuit 它基本上呢，它的分类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从 function 或者 application 上面来做一个区分比如说你可以说这个 sequential circuit 是个 register， 是个 counter， 或者是个 multiply， 是个升华器，或者说它是一个 processor 都有可能各种各样的 application。然后呢，你也可以从它的 timing 来做区分它可能是 synchronous 的就是它的 clock 是同步的然后另外呢，也可能是一个 asynchronous 的，就是非同步的电路就从 timing 上来做区分。另外呢，我们也最常区分sequential circuit 的分类方式因为每一个 sequential circuit 基本上可以用 finite state machine 来表示，那它可能是一个 mini 的或者 Moore 的 state machine。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mini 的 state machine 或者 Moore 的 state machine。那我们先看 mini state machine。那 mini 的 state machine 呢，基本上它呢，我们看到它的逻辑上面呢，它 input 呢经过 combinational logic， 然后决定 state。那最主要是在 output 这边呢，它呢跟过去的 state 有关跟目前的 state 有关，然后呢也跟你的 input 有关来决定你的 output。所以 output 是由 state 跟 input 来决定。然后这是一个 mini machine 的一个 state diagram。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 state 呢 S0、S1、S2，然后它的 state transition 呢，那比如说从 S0 到 S1， 它 input 是0 ，output 是1，然后呢从 S0 到 S0， input 是1，的时候呢 output 会是1，所以呢它基本上呢它的 output 呢是跟 state 还有 input 有关，这是一个 mini machine 的一个 state diagram。然后再我们看一下一个 Moore machine。Moore machine 呢，基本上呢，它的 output 呢只跟你目前的 state 有关，所以呢，它的 output 呢是跟 state 有关，它跟 input， 它 input 呢是决定你的目前 state， 但是呢，基本上它的 output 呢是跟你目前 state 有关。那这是一个 Moore 的 machine 的一个 state diagram。那这个 Moore state machine， 它基本上呢，它的 output 呢就直接写在 state 里面。我们看看这一个圈圈，那它那个 S0 的时候呢 ，output 是1，然后另外一个圈圈呢 ，S1 的时候 output 是0，所以呢，它基本上呢，它的 output 呢是直接跟 state 有关，这是一个 Moore machine 的 state diagram。那从上面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那基本上呢 ，mini machine 跟 Moore machine 它的 state diagram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 mini machine 呢，它的 output 是写在 state transition 的地方，然后 Moore machine 呢，它的 output 是写在state 的地方，这是两个最大不同。那这个基本上呢，这两者都是 sequential circuit， 那也是那个 finite state machine， 基本上呢，从它的 finite state machine 的形态来看呢，就那个 sequential circuit 可以有这两种的分类。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在 sequential circuit 设计的时候呢，可能遇到的一些漏洞那我们之前提过漏洞通常都是因为 don't care 所造成的就是因为你 don't care， 然后你在做 optimization 在做最佳化的时候，你用了这个 don't care， 然后呢，它会形成了一些可能的漏洞或者后门那以这个例子来看好了这是它的规格它这个 finite state 这个 state machine 的规格，然后呢，这是它的 state table， 然后它的 present state， 然后 input 跟 next state 就是接下来的状态然后呢，它的规格基本上我们看到，因为有 present state AT、VT 然后 input 呢 x， 所以其实是有2的3次方8种可能的情况，但是规格里面呢其实只设定了4种另外4种情况其实是算 don't care。那如果根据这个 state table， 你可以得到根据你以前数位电路所学的概念，
其实你可以得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电路图。好，那它这个电路图跟这个 state table 其实是可以实现这 state table 里面的function。好，那你把它推导一下，好，你可以得到 at 加1，好，就是 next state，at 加1等于 at 的 complement and x 加 at and x bar， 好，对 x 的 complement， 然后 bt 加1呢是等于 at 的 complement 跟 and x 的 complement， 好，这个逻辑，好，那大家可以回去推导一下，好，这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以 at 等于0 ，bt 等于0 ，x 等于0的时候，来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怎么运作。那 at 等于0 ，bt 等于0的时候，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怎么运作。那 at 等于0的时候，最上面的那个 AND gate 它有一个 input 就会是0，那所以呢，最上面那 AND gate 呢，基本上呢，输出呢就会是0，然后再来看，那在第二个就是最中间那个 AND gate 它因为 x 等于0，所以呢它 output 也会是0。那所以呢 OR 在一起呢，结果还是0。好，所以 at 加1呢其实还是0。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bt 加1它怎么来的？那 bt 加1其实是有最下面那 AND gate，大家看一下最下面那 AND gate。然后呢，它基本上呢，你 at 的 complement 它基本上呢是1了，因为 at 是0，所以 at 的 complement 是1。然后呢 x 的 complement 也是1，所以 and 在一起之后是1，所以 bt 加1是1。好，所以呢，基本上呢，你可以得到 at 加1是0 ，bt 加1是1。好，那就是所以这个电路呢符合了这个真值表，at 等于0 ，bt 等于0 ，x 等于0的时候 ，at 加1等于0，那 bt 加1等于1。好，那后续呢，其实其他3个情况也可以这样来推演同学可以自己去推导一下。那这个 state table 我们事实上呢，只有我刚才提过只有4个情况，规格里面其实只有4个情况里面有值，然后另外4个情况呢，其实 don't care， 好，那这边红色的部分呢，就是4个don't care 的情况，但是大家同学要注意这个 don't care 的情况虽然是 don't care， 可是当你的布林运算是确定的时候，就是这 at 加1等于 at complement and x 加 at and x complement bt 加1等于 at complement and x complement 这样的时候呢，当你是这个运算是确定的时候，其实它都应该会有值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当 at 等于0 ，bt 等于1 ，x 等于0的时候那其实你把它带进去那 at 等于0然后 x 等于0带进去那基本上呢 at 加1你把它，因为呢你这边呢 at 等于0嘛x 等于0，那所以呢 at complement and x 它会是0，然后 at and x complement 呢其实也会是0，因为 at 等于0所以呢两个 OR 在一起呢，其实 at 加1还是0然后 bt 加1呢它是等于 at 的 complement and x complement。好，那因为两个都是0那 complement 之后呢会是1，所以呢bt 加1会是1所以呢 at 加1跟 bt 加1呢在这个情况下会变01然后呢同理当 at bt x 等于101的时候，我们带进去看at 等于1的时候呢，那因为 x 呢等于1嘛那你把它带进去那基本上呢，因为两个都等于1所以呢，他们在这个 at 加1的式子里面，因为都有 complement， 所以结果还是会是0然后呢，因为两个都等于1，所以 bt 加1呢，它结果还是0所以呢会到00那同理大家可以推导一下 at x bt x 当它等于110的时候会是多少那我们这边可以推导出来 at 加1会等于1，然后 bt 加1会等于0然后 at 等于 at bt x 等于111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推导一下，那这边可以推导出来 at 加1等于0，bt 加1等于0所以呢，我们把红色部分呢值都填进去以后，这就是完整的一个 state table 那其中黑色部分是你的规格，那红色部分呢，其实它本来是 don't care 但是当你电路确定之后呢，其实它就会有它的一个 value 它的值在那它其实就是这个值呢，就是由你的电路所设定出来的所推导出来的那这个是它根据这个电路所得到的值，那这就是完整的 state table。那这是我们刚才所得到的 state table这是完整的 state table， 就是连
原来 don't care 的情况，其实你都已经有值了哈。然后呢，根据这个 state table，我们可以得到右边这个 state diagram 哈，这个 state diagram 就是基本上根据这个 state table 所得到的。好，那红色部分呢，其实就是原来应该是 don't care， 但是因为你电路确定之后，所以呢，它其实也都有它对应的一个 state transition 的情况了哈。那这个呢，基本上呢，这个就是完整反映出你的电路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基本上会有一个问题哈，就说一般而言啊，我们可能不会希望说它回到你的 initial state，initial state 在这里呢是00哈，因为回到 initial state 呢，某种程度来讲，可能变成说你可以重新 restart 哈，重新开始这个电路的一些行为哈。那也许在系统设计上，也许不希望回到 initial state， 可是当初的规格里面其实也没有回到 initial state 的情况，但是因为你的电路设计之后呢，你的 don't care 运用之后呢，好 don't care 把它 optimize 之后呢，反而会产生回到 initial state 的情况哈。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在101哈，就是 ATBTX 等于101的时候哈，还有 ATBTX 等于11的时候呢，好，基本上你会发现会有回到 initial state 的情况，就是 state 10呢会回到在 input 等于1的时候会回到00，好，然后呢 state 11呢，好，在 input 等于1的时候呢也会回到00哈。那这两种情况都会回到 initial state。那这种情况呢，也许是你所不允许的哈，因为这可能是个 backdoor 一个后门哈。那因为你利用 don't care 之后，然后变成一个后门，好，这可能是一个不允许的情况哈。那怎么办呢？好，那基本上呢，所以呢，你在利用 don't care 的时候呢，就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哈。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基本上呢，就是说让你在 optimize don't care 的时候，你不要让你回到 initial state 的情况。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修改哈。比如说，当 input state 10的时候，我们让它到11，好，在 input 等于1的时候让它到11，好，然后呢 state 11的时候，当 input 等于1的时候，我们让它到10哈，哎，就像蓝色这两条线条，好，那就是说这样呢，基本上我们避免那个回到 initial state 的情况哈，然后呢，在 state 10的时候，我们让它 input 1的时候呢，好，改成到 state 1。然后 state 1的时候，在 input 1的时候呢，我们让它到 state 10，好，那所以呢，这是修正之后的一个 state table， 好，那蓝色的部分是我们修正之后的情况哈，蓝色的部分是我们修正的情况。那同学也可以再去推导哈，这个 state table 哈，那它所对应的电路应该是什么？那我们这边有把它推导出来，好，我们这边有把它推导出来哈，这个是根据这个新的 state table 哈，就是说避免回到 initial state 之后。然后它的新的电路啊，那他们的新的逻辑，我们也有把它推导出来。同学可以也自己去推导一下 ，AT 加1等于 x 加上 AT and VT 的 complement and x complement 哈，然后 VT 加1等于 AT 的 complement and x complement 加上 AT and VT complement and x 哈，同学可以去推导一下。那我们可以发现哈，这个 state table 哈，这个电路基本上呢，它就不会回到 initial state 哈。那这个可以避免你的 backdoor 后门的情况。不过我们也可以，同学可以了解这个逻辑跟刚才那个电路的逻辑，好，它们其实是不同的哈。因为你当然不一样，因为不会回到 initial state 了，当然是不一样哈。这电路不太一样。那还有一个同学可以注意一下，它的逻辑应该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多的。跟刚才的那个逻辑比起来，现在变得稍微比较多一点，比较复杂一点。那这就是说，当我们要考虑到安全性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比较多的限制。那给比较多的限制，就是我们之前提过，你刚考虑到安全的时候，给自己比较多的限制，那相对你的 overhead 你的负担，你额外的电路的设计上的 overhead 就可能会变大。这是一个安全与那个负担之间的一个trade off，设计上的负担，就是说你为了安全，所以你要给自己比较多的限制。好，那但安全性提高了，可是但相对的面积逻辑上面也变复杂了。好，那这是等于说这是考虑硬体安全的时候，好，那你变成说你会付出的代价。好，那有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体会得到。